你最近有没有觉得一天好像过得比以前快了？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地球真的在加速旋转。这可不只是科学家的无聊话题，它背后藏着大气、海洋、地震、月亮和气候的多重角力。我们的星球正在悄悄加速，而这一切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对时间的根本认知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看不见却无比关键的加速变化。您可能不知道，这种时光加速的错觉，其实背后可能藏着一些真正奇怪，甚至有点令人震惊的地球变化。好吧，大多数人应该知道，地球在不停地自转，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。当然，除非你是地球平坦说的忠实粉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是热烈欢迎你收听，毕竟科学永远不嫌多点讨论。那么，咱们先假设大家都同意，地球是个旋转的大球体，那我们通常以为它是每24小时自转一圈，对吧？也就是我们的一天从日出到日落，然后又迎来新的一天。其实还真不是那么绝对，它大致是24小时没错，但这里头还有些耐人寻味的细节。地球这个陀螺并不是匀速旋转的，而是会偶尔踩下油门或突然踩刹车，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。而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阶段。没错，科学家们通过精密测量发现，地球最近的自转速度已经快得突破了我们有记录以来的极限。具体来说，从20世纪70年代人类开始用原子钟精确记录地球自转速度以来，如今的转速已是55年来的历史最快。这不是感觉，而是仪器实打实测出来的数据。而且从2020年起，地球就像突然按下了加速键，自转的节奏逐年提高，一点一点地打破着之前的记录。如果你还在某个网络角落遇到地平说支持者，我敢打赌他们已经开始编织各种宇宙阴谋，试图把地球加速旋转也塞进他们那套平面世界的逻辑里了。2024年7月，地球完成了一次超速转圈，那天成为人类记录史上最短的一天，比标准的24小时少了整整 1.66 毫秒。听起来微不足道，但在精准计时的世界里，这可是大事。要有个直观感受的话，我们眨一次眼大概需要100到150毫秒，也就是说，地球在一天中省掉的这 1.66 毫秒，大概就是你眨眼时间的1%，虽然微小，但意义重大。好吧，那问题来了，地球越转越快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恐慌？是不是该囤点水和罐头了？别急，我们慢慢说。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，不妨一起回头看看历史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。如果我们从现在倒推到20世纪，甚至更远，比如6亿年前，那时地球自转得飞快，当时的一天只有21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如果你上晚班，一下子就能下班，比现在快多了。是啊，听起来确实有点头大。为什么一个星球会时快时慢地转？这不是应该很规律吗？但现实往往比直觉复杂得多。来，我们给这件事捋一捋，看看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地球的转速其实是由一系列天文和地质力互相拉扯的结果，这些力量错综复杂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宇宙波轮系统，稍有变动就能让我们的星球转快或者慢下来。太阳和月亮这两个熟悉的天体演员，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，他们的引力像是无形的绳索，牵扯着地球的速度节奏。而地球本身的结构变化，比如海水的流动、冰川的融化，甚至地下岩石的重新排列，也会加入这场调速大合唱。虽然太阳是整个太阳系的主宰，体积和质量都远远大于地球，但它在地球转速的这场戏里其实只是个客串演员。它的引力确实会在大尺度上拉扯地球，但就改变地球每天自转速度这件事而言，太阳的话语权并不大。严格来说，如果太阳有任何影响的话，那可能是它的能量微微推了地球一把，让它快了那么一点点。但太阳的能量太庞大了，它主要影响的是大气层、温度变化，甚至天气系统，而不是我们每天时钟上的那一圈。反倒是那颗距离我们只有38万公里的小伙伴——月亮，它在调控地球转速方面几乎是个幕后操盘手，真正有一套自己的牵引术。月亮的魔法主要体现在潮汐摩擦这一看似温和但威力巨大的机制上。这个原理虽然听起来像物理课，但其实并不难懂。简单来说，月亮的引力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，
把地球表面的海水向它那边拉起一个水包，这个水包就是我们熟悉的潮汐隆起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涨潮。海水仿佛被拉离地球本体，鼓成了一个大大的水泡，靠近月亮那一面最明显。而月亮在天上慢悠悠地绕着我们转，地球却自己飞快地自转着。这种速度差导致水的隆起并不是正对着月亮，而是有点滞后，就像拖着个慢半拍的尾巴。而这种滞后就制造了一种反向拉力，月亮一边拉水，水一边拉回地球，这就像在飞转的陀螺上施加了一个细微但持续的刹车力，久而久之就会让地球慢下来。科学家估算，这种月亮的刹车作用每100年就会让一天变长大约2毫秒。虽然听起来少的几乎可以忽略，但千万别小看这点时间，地质年代的账本里它可是会越积越多的。如果我们给它足够多的时间，不是几百年，是几亿年那种级别，地球的转速终将慢到某个临界点，刚好和月亮绕地球一圈的速度一致。到那时候，一天的长度就会和一个朔望月一样长。不过你我都不需要太担心，因为当那一刻到来，地球可能早就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，太阳也可能变成了红巨星，一切都将面目全非。所以这件事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。所以总体来看，月亮是那个慢慢踩刹车的慢动作导演，但让人意外的是，它现在反而也成了让地球踩油门的因素之一。就好比你以为它在按下暂停键，结果却在悄悄推动快进。事情的关键在于，月亮围绕地球旋转的轨道并不是一条完美稳定的圆圈，它会像一个摇摆的呼啦圈，有时更靠近赤道，有时又偏向南北两极。而现在正好是它偏离赤道靠近极地的一个阶段。在天文学上，这种偏离有一个专门的名字，叫做赤纬。它就像是天空中的地理坐标，用来描述天体在天空中的南北位置。简单来说，月亮在轨道上越靠近地球的南北极，它的赤纬数值就越大。就像天气预报说某地纬度升高，其实也差不多一个意思。当月亮跑偏到极地区域时，它对地球赤道地区的拉力会减弱，但却加强了对地球两极的牵引。这种拉力重新分配，就像有人在陀螺顶部轻轻一推，反而让它转得更快。不过别急着把元凶全推给月亮，这种赤纬波动本身就是正常天体运行的一部分，几乎每 18.6 年就会有一个周期，所以它最多是个推波助澜的角色，而不是导致几十年来整体转速上升的幕后主谋。如果我们要解开这个地球变速的大谜团，就不能只盯着天上的月亮，还得低下头，认真看看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本身。地球的质量分布其实非常关键，它就像是舞台上演员的位置，如果大家站得均匀，舞台就稳，但一边多一人，那就容易偏，甚至转动节奏都可能被影响。质量越集中在某些区域，地球的转速也会随之改变。想象一位花样滑冰选手在冰面上旋转，那画面大家应该都见过，是吧？当他张开双臂旋转时，速度会明显变慢，就像地球如果把质量分散开，自转就会放缓。但一旦他把双臂紧收向心，立刻加速旋转，几乎像个陀螺一样快。这就是物理上所说的角动量守恒，地球也同样受这个规律支配。科学家们发现，大地震其实也会波动地球这个大陀螺。当地壳发生剧烈移动时，比如一个大陆板块突然被挤压到另一个之下，就可能重新分配地球表层的质量，从而让转速发生微妙变化。这种现象在地质学中叫做隐没，也称俯冲，就像把一块地壳往地球内部推，像地球自己在做地层整理术。于是原本分布在地表的重质量岩石突然被塞进了更靠近地心的位置。这就好比滑冰选手收紧双臂的那一刻，质量越集中，转得就越快。地球也是一样，质量越靠近中心轴线，它就会越转越快。当然，别以为这种改变是肉眼可见的，它微小的几乎只能用高精度仪器才能测出，像量天尺一样精准。举个例子，2011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日本大地震，竟然让地球自转加快了 1.8 微秒。微秒是什么概念？那是100万分之1秒的单位。换句话说，这 1.8 微秒大概相当于你眨眼时那极其短暂一瞬间的1%。虽然细微，但从全球尺度来看意义不小。别小看这些微小加速，当你把几十年几百年的数据累积起来时，它们就像积水成河，
慢慢汇聚成能改变世界时钟的力量。别忘了，地球上最灵活、分布最广的物质之一就是水，而它不光能影响天气和生态，还能在静悄悄中重塑地球的身材，进而悄悄改变自转的节奏。没错，这事儿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，但它发生的方式可能会让你有些意外，不是哪场风暴或某个高温记录，而是地球上水的大搬家。随着全球气温升高，南极和格陵兰这些极地地区的庞大冰盖正在加速融化，曾经冻结在原地的水开始化成液体，加入全球水循环。虽然有些人可能还在争论气候变化的真假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那些原本安静坐落在陆地上的冰块，现在正逐渐融入海洋，导致海平面缓慢上升。别忘了，这些冰盖不是漂浮在水上，而是压在陆地上的。当它们融化后，水顺着重力流入海洋，相当于往地球的水桶里加了不少新水。问题来了，这些水不只是增加了海水体积，更关键的是它们流向了地球的赤道区域。这就像滑冰运动员突然张开了双臂，重心外移，转速自然会变慢。从理论上讲，这种质量向赤道的转移应该会让地球的转速减缓，毕竟转得越分散，速度就越慢，这是基本的物理原理。但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反向效应，冰盖本身的重量，它们压在极地，长期以来压扁了地球，让地球形状稍稍变得不那么圆。要知道，这些极地冰盖重得惊人，像是压在地球顶端的大铁锤，地心引力也在努力把它们拉向地球中心，形成一个向内凹陷的极区。结果就是地球被这些极地负重拉得有点变形，两极微微塌陷，赤道轻轻鼓起，整个星球像个略显扁平的球。而一旦这些厚重的冰开始消失，地球的负担就减轻了，它逐渐从这种被挤压的状态中恢复过来，形状更接近一个完美的球体。说的直白点，地球在慢慢回弹，变得更圆润。这种几何变化虽不剧烈，却足以影响它的旋转方式。于是，就像那位滑冰选手在收紧双臂时迅速加速旋转，地球的形状回归原形，也意味着自转的速度悄悄提了上来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，好吧，这些科学解释挺精彩，那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又能做点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地球的自转速度并不稳定，时快时慢，为了让我们使用的原子钟时间和地球真实转速保持一致，科学家们会不定期地往我们的标准时间里塞进1秒钟，这就叫做闰秒。这种时间校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自1972年首次引入以来，我们已经添加了几十次闰秒，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，当时世界各地的时钟都比平时多跳了一下。所以说，我们日常口中的24小时其实只是个四舍五入的概念，真正的一天长度可能是24小时0几毫秒，只不过这点偏差一般人感受不到。更准确的说，一天通常是24小时再多出1到2毫秒，科学家用极为精密的原子钟测出来的，精确到10亿分之1秒的那种。但现在如果地球继续像这样越转越快，科学家们可能就不再补秒，反而要删秒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或许要把时间校准向回调，让世界时钟重新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刚开始精密测试的状态。当然了，除非你正好是 NASA 的工程师，或者是在运营全球 GPS 系统这种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项目，否则这事儿对你我的生活影响不大，不用半夜担心手机少跳了1秒。结语，所以是的，地球的确在加速自转，从月亮潮汐到地心质量移动，从南极冰融到时间的重新校准，这一连串看似微小的改变，正默默改写我们每天的24小时。我们或许无法阻止地球的加速，但透过理解这背后的机制，我们至少能掌握更多面对未来的智慧。谢谢观看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从宇宙视角看世界的科学故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一起解密更多被忽略但影响深远的科学真相。